这是2022年末最好的韩剧《命运连接》，由鬼才导演、三池崇实执导，丁海寅和单于领衔主演，特效场面堪称电影级别，惊悚悬疑的情节让人无法自拔。隐匿在平凡都市中的不死新人类，却被黑道势力挖走了右眼。当眼镜连接在杀人魔身上后，二人竟然能够共享视野。就这样，一场追捕杀人魔的故事就此展开。回家路上的东修遭到几个黑道的围堵。可他们不抢劫也不寻仇，只是想要东修身上的器官。一个黑市医生将东修胸前的皮肤划开，然后用一个巨大的钳子分开胸骨，随后又摘除了东修的一双眼球。黑医生总感觉眼球在看着自己，便把他们调转方向。不料一回头，那两只眼睛依旧直勾勾地盯着。黑医生正看得出神，突然一声电话把他吓了一跳，原来是雇主打来的。雇主告诉医生，他们这次不打算要回收角膜和肝脏。医生没有发现身后东修的尸体正在发生变化，从伤口伸出的无数触手很快将伤口复原。黑医生刚讲完电话，东修竟复活站在了地上，只是还没有找到眼睛的他有些慌张。医生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，可下一秒，东修通过桌上的眼睛看见了自己。他慢慢调整方向，随后抓起一颗眼球，伤口和眼睛同时伸出触手，一只眼睛就这样直接复原到脸上。只是还没来得及安装第二只眼睛，黑医生就大声呼叫增援。受到惊吓的东修只能暂时放弃右眼，慌不择路的他最后从窗户跳了出去。而正是从那以后，东修的右眼眶总是会毫无征兆的疼痛。更加奇怪的是，他竟然能感受到右眼正在看到的景象。他猜测，也许黑道将自己的眼睛移植给了别人。可东修只是一个回收旧电器的普通人，他无法得知眼镜究竟卖给了谁。这天，几个混混在回收站欺负一个老头，东修不想惹事，但是又不想见死不救，他让老头离开，自己留下来阻拦混混。混混玩不过瘾，便用刀划向东修，可东修并没有躲闪，任凭对方砍下了自己的耳朵。混混没想到真的见了血，而看到东修空洞的右眼，更是直接吓破了胆。混混们吓跑之后，东修的耳朵再次复原回到头上。黑道大哥从混混那里得到消息，决定将拥有不死之身的东修抓回来。东修在逃跑的路上被一个陌生女人救下，女人为他指了一条可以逃生的路，可等到东修跑过来，发现依旧是一条死路。这时女子再次出现，拿着一把小刀直接划破东修膝盖。女人看见伤口自动愈合，竟露出诡异笑容，仿佛她一直都在寻找东修这样的人。这时黑道再次追来，女人直接把不死的东修从高台推了下去。看着复原的东修逃离，女人再次露出满意的笑容。第二天，社区街道上出现了一个雕塑作品，路人纷纷为这件艺术品拍照留念。可没过一会，雕塑竟然渗出鲜红的血液，人们这才发现这竟然是一具尸体。随后，警方封锁了案发现场，东修也被骚动吸引在人群中观察。可还没等警察找到有力线索，又发生了2起同类型的凶杀案，一名男性尸体同样被做成了人体雕塑，第3起则更加残酷，一个少年被砍断双臂，调转方向，直接放在了人流更加密集繁华的地带。警方分析，凶手猎杀对象没有明确标准，只是一个把杀人当成艺术的变态凶手。正在干活的东修突然又看见了右眼的画面，眼前出现了一名陌生女子，而他身后的广场是他曾经路过的地方。到了晚上，东修又一次感受到右眼的连结，眼前出现了一个笔记本，上面画了很多雕塑作品。东修感觉有些眼熟，便上网搜索调查，原来那正是自己在凶案现场见到的人体雕塑。东修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的眼睛竟然移植给了一个变态杀人狂。然而警察从现场的照片中发现了东修，戴着眼罩的东修显得十分可疑，于是便将他列为重点追查对象。另一边，东修也来到了那个广场，他会在这里找到那个变态杀人凶手吗？